叶晨的丹药虽然已经见底了，但是此时此刻他却感觉信心倍增。虽然他也不知道刚才是什么帮自己抵挡住了吴柏林的飞剑，但刚才吴柏林志在必得的那一招万剑归宗，确实没对自己造成什么真正意义上的伤害。不仅如此，吴柏林的飞剑还被彻底震碎，化作齑粉。吴柏林本来灵气就已经所剩不多了，一直靠着燃脉的方式疯狂消耗他自己的修为来和叶晨对抗，现在又损失了飞剑，形势瞬间就迎来了拐点。随着叶晨2颗丹药的及时补充，他现在无论是状态还是法宝都要远胜对方一筹。而吴柏林就惨了，他本以为万剑归宗就能彻底将叶晨一击毙命，但没想到局面会变化得如此迅速。有时一场战争或者一场战役，就是因为优势方没能在拐点到来之前击毙敌人，一旦当拐点来临的时候，结局就已经注定了。这就像中途岛海战时的日本海军，叶晨原本在吴柏林面前颓势尽显，唯一能够拿得出手的就是灵气要比对方充沛。可是现在不一样了，吴柏林的修为在加速燃烧，虽然依旧还领先叶晨，但是他体内的灵气早就已经枯竭，完全靠着燃烧修为硬撑。若是飞剑没有被毁，他咬牙坚持再来一轮万剑归宗，只要叶晨没有那神奇的功力护体，他也能把叶晨拿下。可现在飞剑已经没了，他就像是一只没了牙齿与利爪的老虎，空有一副硕大的身躯，完全失去了进攻的能力。叶晨最擅长的一件事就是趁你病要你命，本来已经做好必败的准备，没想到现在事情峰回路转，迎来拐点自然是不可能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于是他几乎不加任何思索，立刻便手持惊雷令指向吴柏林，口中大吼：老狗拿命来吧！说罢，他连出3道惊雷，卡卡卡，天空中3道碗口粗细的惊雷直接以等边三角形的方式斜插着向吴柏林劈下。吴柏林大惊失色，这3路惊雷极为刁钻，几乎已经将自己的逃跑路线封堵干净。电光火石之间，往哪跑恐怕都要被劈中，但如若不跑，3道闪电一齐劈中，怕是必死无疑。吴柏林慌乱至极，立刻选定一个方向，向自己的左前方猛突。但是叶晨的惊雷来得极快，他虽然已经拼尽全力逃走了，闪避了，但依旧被其中一道惊雷劈中，整个人只感觉浑身瞬间剧痛，那种触电所带来的疼痛与麻痹并存，甚至让他的骨头都感觉松软了许多，骨头缝里更是又酸又疼又胀。他浑身上下的衣服已经几乎全部化为灰烬，皮肤也都如烤糊的地瓜一般结痂成块，剧痛让他整个人不停地颤抖，身形移动的速度也比刚才慢了许多。他绝望地抬头看向叶晨，叶晨此时眼睛就如雷达一般死死锁定着，他嘴角带着一抹残酷的笑容。吴柏林知道自己已经是强弩之末，往后的每一秒钟，自己的状态只会越来越差，而叶晨的灵气储备仍旧在高位，他可以随时再向自己发动多轮雷电进攻，而自己除了躲避的越来越困难之外，已经没有任何翻身逆转的可能。他惊慌失措，开始向叶晨求饶：小兄弟，求你看在我苦修100多年的份上，饶过我这一次，我愿意跟在你身边做牛做马，只要你留我一条狗命。叶晨冷冷道：你都活100多年了，还这么幼稚吗？你觉得以你刚才对我的狠辣程度，我有可能饶过你吗？吴柏林眼眶一红，眼泪夺眶而出，满脸哀伤的唏嘘感叹道：我虽然活了100多年，但真正在世俗中的生活也就20多年而已，剩下的时间几乎全部都在闭关修行，我哪有什么时间去了解、接触这个世界，尤其是这个现代化的科技社会，所有事物都是革命性的，令人耳目一新的。叶晨冷笑，选择修行并且闭关100年，这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，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你可以到了阎王爷那边继续后悔。吴柏林惶恐至极，连忙哭喊着哀求道：小兄弟，
你一直与吴飞燕为敌，难道不想知道破清会的秘密吗？只要你向着自己的道心发誓饶我一命，我就向我的道心法师，把我知道的与吴飞燕与破清会有关的事情，一五一十的全部告诉你，包括破清会驻地的方位，我也都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向着道心发誓，是修道者最高等级的誓言，一旦向着道心发誓，就不能主观性的违背誓言，因为一旦道心受损，将来的修炼也会受到极大影响，甚至有可能因为道心不稳而停滞不前。叶晨笑道，你这个条件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啊。吴柏林怔住，不解地问，难道你不想知道吴飞燕的秘密吗？叶晨冷淡地摇头，不想。吴柏林满脸问号，结结巴巴地说，你这为什么啊？你屡次三番暗中与他作对，肯定与他有血海深仇，难道就不想知道他的更多秘密？叶晨淡然一笑，说，我连你都打不过，怎么可能打得过吴飞燕？所以我知道吴飞燕在哪，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？这就好像你说你要把美利坚大统领的位置告诉波斯，这对波斯来说有啥意义呢？吴柏林疑惑地问，什么意思？波斯和美利坚有啥关系？叶晨问他，你平时不看新闻的吗？吴柏林感觉到叶晨轻蔑的眼神，脱口道，我潜心修道上百年，哪有什么心思看新闻？说罢，吴柏林赶紧又恳求道，小兄弟，就算你不是吴飞燕的对手也无妨，你饶我一命，从今日起我死心塌地地跟着你，为你肝脑涂地，你只当是收了条狗，总是不亏的啊。叶晨微笑道，然后呢？你要是对我有异心，等恢复之后随时可以干掉我，你要是对我没异心，你跟在我身边，肯定会把破清会的注意力吸引过来，到时候还会牵连我暴露行踪，不敢怎么看，我留你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啊。说到这里，叶晨眼神闪过一分凌厉，随后他没有丝毫停顿，立刻又向吴柏林打出3道惊雷令。吴柏林看着叶晨目眦欲裂，一边强撑着要躲，一边厉声吼道，小子，你我为何不能化干戈为玉啊？吴柏林话没说完，忽然发出一声惨叫，一道天雷正劈在他的右肩，将他整条右臂劈成彻头彻尾的黑炭。此时的他已经没有足够灵气护体，就算燃脉产生的灵气，也根本不足以抵挡叶晨催化普查之母之称的惊雷令。这一道天雷便是敲响了他的丧钟。